首批冠病疫苗今晚运抵我国，这也是第一批运抵亚洲国家的辉瑞 BioNTech 疫苗。这批疫苗晚上7点半左右送抵樟宜机场，负责运送的是新航一架波音747-400型货机，从比利时布鲁塞尔直飞我国。李显龙总理今早在新加坡中央医院接种疫苗，从医生确认总理适合接种到注射之后留在现场观察，整个过程大约40分钟。因为这个疫苗会保护你自己，保护你家人，同时保护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。林先生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跟你阿妈讲的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阿妈的棺木现在进入焚化炉了。阿妈，快跑啊！我来了，我带不了你，阿妈，对不起，阿妈，阿妈跑啊！啊！这几天都在忙什么啊？我打电话给你都没听，我打电话给阿妈也打不通啊。俊聪，哎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都是我的错。如果我坚持不让阿妈去开刀，她就不会生病。如果我多关心一点阿妈，我就会知道她中COVID。如果我多陪阿妈，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。我为什么不多陪阿妈？都是我的错。阿妈一个人在医院，孤零零的，连送她最后一程我也没有陪她。都是我的错，我对不起。阿妈，对不起，阿妈。阿妈走了。哇，有我喜欢吃的炸鸡！哇，这个肉我也喜欢，这个我也喜欢，这个我也喜欢。妈，真的很久没有吃到你的拿手好菜了，非常想念啊。
都好几个月啊，没有亲手做东西给你们吃了，所以今天煮的都是你们爱吃的。谢谢妈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就是这个味道，在这里完全找不到这样的味道的。以后啊，你们想吃什么就跟我说，都煮给你们吃，好，好吗？好了。哎，嘉亮啊，吃饱了才玩。哎呦，亮亮，你不是会打鼓吗？你要不要表演给阿妈看？要。以前啊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就不管的。现在居然听你的话。是啊，但是他不是每次都听的，这是医生建议的。如果他在不听话的时候，就教他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来转移他的注意力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亮亮， Yes。来，惊喜来了。好了。亮亮，等一下，戴上耳机。好了。哎，这样就没有鼓声了。是啊，现在只有亮亮听得到，我们是听不到的，这样就不会吵到邻居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打鼓真的能帮到他。他现在的专注力好很多了，以前做功课顶多只能做5分钟。现在半个小时都没问题了，那比以前好多了。医生还说，等他长大一点，他就应该可以控制自己，不会像现在这样横冲直撞，常常受伤。哎，为什么有送餐员的制服？哦，我把担当送餐员哦。啊？为什么突然间兼职做送餐员呢？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啊，公司裁员，我就是其中一个了。我被裁了之后，我就去当送餐员。现在虽然有新的工作，但是有空的时候啊，我还是会去做part time的。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怕你担心嘛。来，坐下，来来来。我在想啊，既然我现在跟你们一起住，我想把新生的房子租出去，多少能帮补一下家用。也好啊，你就当这是有人帮你看屋子，不过租金你就自己收起来当零用钱。好啊，我就当我和嘉亮的零用钱。好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宠坏他。妈，瑞珊来找过我，她想跟亮亮见面，还有，她想争取亮亮的抚养权。他想都别想啊，我是不会答应的。其实她改嫁了，现在她跟老公的经济能力真的比我好很多。如果亮亮跟着他们的话，可能会比跟着我们好很多嘞。亲情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吗？他自从跟你离婚后啊，一次都没来看过嘉亮，他有什么资格来争取嘉亮的抚养权？我还没有决定把抚养权交给他，你不要这么激动。而且我可以肯定啊，亮亮也不记得这个妈妈了。就算亮亮不记得有这个妈妈，但是瑞珊始终是亮亮的妈妈，所以她是有权利见亮亮的。我不管他有没有权利，我就是反对他们见面。我知道瑞珊没有尽过当母亲的责任，但是她还是有权利见亮亮的。美少女，来，谢谢。你们木薯糕的生意怎样啦？是有人买啊，不过不是很多。不如你们在小贩中心租一个档口，毕竟是古早味，年长者都比较喜欢。不过他们不爱上网买吃的，觉得不够新鲜，他们宁愿到实体店去买。
我们也有那么想的啊，不过我的资本还不够，我会继续努力存钱的。加油啊！只要东西好吃，靠顾客的口碑，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我和我妈也是那么想的。对了，你最近有去找俊聪吗？我有去找他，不过他不肯开门见面，打电话给他，说不到2句就挂了。俊聪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！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让他振作起来。哎 ，boss， 俊聪，开门嘞 ！boss， 开门嘞！伟忠、思婷、美少女都在这里，他们要看你，快点开门！只有我叫咩？你们帮忙叫一下啦！ brother， 开门 brother， 开门啊 brother， 开门 brother， 开门啊 brother， 俊聪开门啊！俊聪，俊聪 brother。哎 ，boss， 你还好吗？俊聪，你看我带了什么给你啊？阿妈跟我说，她常常炖汤给你喝，提高你的免疫力。这个汤是阿妈教我怎么炖的。 brother， 我不知道你阿妈平时煮什么给你吃，但是这个是我妈最拿手的猪脚醋，你吃一点吧。哎 ，boss， 我没有带什么吃的来啦，但是我有 tissue。如果你要哭的话，你就哭吧。俊聪，你再怎么伤心，也不应该放弃自己。阿妈一定不希望你放弃自己的。你答应过阿妈要做的事，就一定要做到。俊聪，猪妈一定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啊！她更希望你过得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。你应该很想念猪妈的贵吧？你诅咒我啊！你哦 ，OK， 我 OK。
7点就要出门啦。我做的，你只是学会做的？我朋友录了 video 发给我，叫我怎么做，我就做了。小陈啊，你就帮帮忙，帮我谈一个好价钱，帮我把摊位卖掉。猪妈，现在这种情况，你把摊位卖了，价钱不会太好的。我买的时候啊，也没有很贵啊，只要有赚就好了。我要筹钱给我的孙子，给他还债。我猜他应该是欠了很多钱呐。哦，既然这样啊，我尽量吧。拜托你喽，等卖出去啊，我请你吃大餐。猪妈，对你的孙子真的太好了。他是我的孙子嘞，我不对他好，对谁好啊？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啊，就是他平平安安，一切都好。妈。今天呢，我们又多了5个 order。我们的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了。很多顾客还留言说我们的木薯糕跟ondeh ondeh很好吃。幸好你有跟猪妈学做木薯糕和ondeh ondeh，这样啊，猪妈的手艺就可以继续传下去。是啊，这些传统的味道呢，一定要保留下来的。妈，前几天那位大哥又来找我。他要找你做什么？这么多钱？他说，这个是爸爸留下来给我的，是爸爸的最后心愿。你觉得我应该收下吗？既然是你爸爸的最后心愿，你就收下吧。有了这笔钱，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。我的梦想？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要不要顶下猪妈的档口，继续卖属于猪妈味道的ondeh ondeh和木薯糕。
今天你又没开档啊？最近又没有看到你阿嬷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啊？阿伯，你以后不用再来了。为什么啊？我把档口卖了。哦，那真太可惜了，以后也吃不到特价的木薯糕了。特价？对呀，只要附近住任政府主务的老人来跟你阿嬷买木薯糕，他都以特价卖啊。安哥，你之后还是可以在这里买木薯糕。我想顶下猪妈的摊位，在这里卖木薯糕和 on day on day。你做的跟猪妈做的味道一样吗？不是我做，是我妈。我妈是猪妈的徒弟，她做的木薯糕跟 on day on day 跟猪妈做的味道一样的。那太好了，猪妈的手艺没有失传啊。我有东西要给你看。是猪妈，跟猪妈的合照，谢谢你。妈，不要太担心，我们今天第一天开张，没有生意很正常了啦。我之前看到一些店一开张生意就很不错的。那是因为他们有做宣传。啊，我忘记把我们拍的照片 PO 上去，让他们知道我们今天开张。我现在 PO。好。请问你要些什么？给我一盒木薯糕和一盒稳定稳定。好的。啊，不需要包了，我在这边吃就好。多少钱呢？4块。谢谢，请慢用。你真的是猪妈的徒弟啊？是，我是他的徒弟。那给我一盒木薯糕和一盒稳定稳定。好的，好的。一共是4块钱。安哥，之前你跟猪妈买的时候，他算你多少钱的特价？是3块。哦，那我们算你3块就好。对对对。谢谢你。这个。宝贝，你为什么给他特价？他是猪妈的老顾客，
他住在附近的租赁主屋。之前他来这里买的时候，猪妈有给他 discount。猪妈的人真好，那以后我们都给他们 discount。妈，你看，我已经把我们开店做生意的消息抛上网了，有人说他们会来光顾，不要太担心，我们的生意会越来越好。我们一起加油。哇！爸爸，我要玩这个。可以啊，不过你先过来，过来。什么爸爸先问你一个问题好吗？ ？OK。你相不相信妈妈？我没有妈妈。你不是没有妈妈，只是爸爸跟妈妈不住在一起，所以他没来看你。我的同学的爸爸还有妈妈也没有在一起了，但是他的妈妈还会常常去看他。如果我有妈妈，为什么他没有来看我？因为妈妈住在很远的地方，所以她没办法来看你喽。如果告诉你，今天妈妈要来看你，我没有妈妈。伟忠，嗨，阿姨好，我叫建亮。我不是阿姨，我是妈妈。我没有妈妈。亮亮不可以这么没有礼貌的啊！我真的没有妈妈。不可以这么没有礼貌，你要听话啊！嘉亮，嘉亮，亮亮，嘉亮，嘉亮，冷静点。我没有妈妈，你走吧，我不喜欢你。好，亮亮，你乖，你听话，回到家，爸爸给你work star好不好？啊？我没有妈妈。好，回到家，爸爸给你打鼓。我要打鼓也要冰淇淋。 OK， 都给你。你要冷静啊！冷静，来，深呼吸。我没有妈妈。乖，好。我没有妈妈，好，乖。谢谢。爸爸，我可以吃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过这个雪糕是他买的，你要先跟他说谢谢。谢谢。谢谢谁啊？谢谢阿姨。不客气，快吃。爸爸，我可以去那边玩吗？好啊，不过只可以在那边玩，不可以出大门 ，OK？ 乖呀。照顾嘉亮真的很不容易。其实他现在比以前好很多了，虽然他是很好动，但是他已经很少像刚才那样发脾气了。是因为我。郭冬儿如果遇到他们不想或不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情绪比较容易失控的。我能感觉得出，他不是很喜欢我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懂。我决定不跟你争他的抚养权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像你做的那么好。老实说，当初你跟我说你要争取亮亮的抚养权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难过的。可是你毕竟是亮亮的妈妈，不可能不让你们见面的。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还会在新加坡待一段时间。这段期间，我想常常和他见面。你 OK 吧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过你要亮亮叫你妈妈，可能要花点时间。我知道，我会努力的。这是给嘉亮的教育费。这5年来，我一点付出都没有，心里真的是觉得很惭愧。这点小小心意你就收下了，让我尽妈妈的一点责任。好吧，我就替亮亮收下。
谢谢你。谢谢你，为家人的付出。爸爸，我要喝水。好啊，慢慢喝，不要呛到啊。阿姨有东西送给你。哇！谢谢阿姨。是不是很想开啊？嗯。阿姨帮你拆。是从这边，你看。咦，ta da！ 喜欢吗？喜欢。哇，你今天好漂亮哦！不就过一个生日，你需要这样夸张吗？会夸张吗？不就是一家人吃一餐比较好的来庆祝一下，生活总要有一点仪式感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哎，谁呀他乱干的。你原谅他啦？爸说，如果俊聪愿意改过自新，我就应该给他一个机会。你也原谅我了，不是吗？那是因为你表现好啊。那俊聪的表现有可能更好。我对他有信心。安迪，我知道我做错很多事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改过自新，不会再让思婷为我难过。我这个人是很公平的，我给我老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我也会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不过，那也得看你的表现哦。谢谢安迪。嗯 ，Happy Birthday。谢谢。我去收进冰橱吧。多吃点肉。谢谢安迪。还有一件事我需要跟你们说。当阿龙跑腿那件事，虽然是自首的，我还是要面对法律责任。几时要上法庭？不知道。那你会不会坐牢啊？你也不知道。就算你要坐牢，我也会等你的。经一事长一智，以后不要再犯就好。哎，这句话你要跟你自己说吧啊！我已经背好了，不会忘记的。我也会背下来的。哎，多吃一点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爸妈重新接受你，感觉怎样？当然开心啊！哦，对了，那天你打电话给我做这些动作是什么意思啊？已经不重要了。可是我想知道啊。我原谅你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这样你都猜不到啊？你的理解能力真的很烂。你的理解能力就很厉害吗？好啊，我给你一个，你猜猜看。你重视我？你的理解能力也没有很好，好不好？你做多一次啦。伟子啊。这是什么？谢谢你。这怎么是谢谢你啊？螃蟹啊！谢谢你。谢谢你。干嘛谢我啊？帮我爸解决卖药的事，还帮我们扛下阿龙的债，我都还没有谢谢你，怎么反过来变成你谢我？我是谢谢你原谅我，愿意给我改过的机会。我答应你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一定会跟你说，也会跟你坦白。我也不会辜负阿妈对我的期望。阿妈之前说过，她想有几个 baby 陪她玩。喂，你自己生。
怎么可能？我一个人上。你要收拾你身心啊！啊，有人来了！有人来了！哇！阿妈还有一个愿望啊，就是希望你能放下过去啊，以后你要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哦。记得清明的时候要去拜祭你爸爸妈妈，他们很久也没有看到你了。找谁？你是林劲聪吗？我们是万哥的手下，万哥是钱哥的老大，钱哥的事情全部由万哥来接手了，包括你欠他的钱。好，来了，请坐。你连那个叫秋天的债也都一起还了？好，你这个顾客有信誉，好，以后财务上遇到什么困难，欢迎再来找我们。我不会再跟大龙借钱了。这你就不必担心了。现在我们已经转型了，是注册的财务公司，利息上只比银行高出一点点而已。讨债的时候绝不会喊打喊杀，更不会做违法的事情。到时候欠钱的人还不了，你们真的什么都不会做。说的这么好听，利息比银行高一点点，想要转型，干脆不要收利息。小老弟，借钱收利息天经地义。你到银行借钱，可以不还利息吗？不收利息，那就不要借喽。对，不借你就没有机会害人。2份4块钱，5盒10块，谢谢。总共20块。你的是和木薯糕，谢谢。我先去休息一下。今天的生意怎么那么好啊？是啊，不到3点了，全部的柜都卖完了。卖完了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的柜提早卖完了，你明天早一点来。哈，我在网上看到那个food blogger的介绍，特地赶过来买的，还是没有买到。food blogger？对啊，就是这个 Eating, Biting and Drinking 的food blogger， 很有名的。他介绍说，你们的 Ondeh Ondeh 还有木薯糕特别的好吃，有那种古早味，在新加坡已经很难找到了。难怪今天生意那么好。哦，那我明天只能早点来了。我明天会准备多一点柜的，你记得明天早点来。好吧，谢谢你啊。我刚刚去看了那个 food blogger 的 post， 他真的给我们的木薯糕和 Ondeh Ondeh 很好的评价。他的 post 已经有900个了，900个，这么厉害啊！我们的木薯糕粉丝专业呢，也才不过90个 like。我刚刚已经去看了，现在有500个 like， 这么多。可能之后要辛苦你做多一点木薯糕跟 Ondeh Ondeh，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。哇 ，boss， 你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？没办法，要讨好你们。哎，为什么要讨好我们啊？
我跟思婷有件事想要跟你们商量。啊？你要跟我们借钱啊？我们没有钱呢。不是啦。哦，你跟思婷要结婚了？啊？你也有啦？恭喜你们了！哎，不是啦，快点跟他们讲。我是要帮助一些住在租赁组屋的老人家，还需要找一些咖啡店还有小贩中心的摊主合作代用餐。What is 代用餐？哦，代用餐是 suspended meal， 外国也声称是培野风味。所以你就是要那些摊主捐赠代用餐。可是现在 COVID 嘞，他们的收入早就减少了这么多，我觉得他们不会答应。所以我们不是要摊主来捐赠，是让顾客来捐赠。但是如果摊主要捐赠也没问题。哦，所以你就是要我们帮忙去说服那些摊主。另外我还需要你们帮忙送餐给老人家。对哦，有人捐也要有人送哦。没有问题啊，我可以帮忙送的。我也可以。我也要帮忙，我也可以捐木薯糕和恩给这些老人家。好。好啊，我爸妈已经答应要捐赠云吞面了。哇，太好了！哇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分头合作吧。来吃吧。我们想做一个代用餐的活动，代用餐就是有人先买好食物，寄放在你的摊位，然后有需要的人就可以来免费领取这些食物。所以我们会在你们的摊位贴上代用餐的海报。如果顾客看到了，你们可以帮忙问问他们有没有兴趣要捐赠代用餐。如果你们自己有兴趣，也可以捐赠的。这些都好了，剩下的我爸还在煮。好，安大弟慢慢来，不要急。好了，没问题。你看一下对不对？应该对吧？老板，木薯糕带来了。哎，来了。我帮你。哇，这么多啊！最近摊位的生意比较好啊，所以我们就多这几个请老人家吃。这些他自己做的，都是小肠，很适合他。哇，那些老人家一定很喜欢。所以呢，我说这世界上啊，好人还是比坏人多的。那最坏的不用说，就是那些大耳窿了啊。哎，我不是说你，哎呀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？我懂，我爸真的是不好，希望他在牢里能想通。你去探望他的时候，好好跟他说，他会听的。那就先让我帮他做点好事。我要买代用餐，云吞面多20份。哇，谢谢你啊！哎，老大，云吞面多20份呢？20份啊！你们那边拍的怎么样啊？一场疫情带来了新常态，改变了很多人的心态，也改变了很多人的观念。有人觉得钱更重要了，有人觉得钱不算什么，有人选择更努力工作，有人选择更享受生活。更重要的是，原来我们一直以为可以很轻易做到的事，和家人一起吃饭，和朋友一起逛街，手牵手，拥抱，去旅行。原来都不是理所当然能轻易做到的。有些人变得更珍惜家人，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。有些人变得更有责任感，有些人把握机会完成梦想。有些父母学会了跟孩子相处，有些孩子变得体谅父母。开始施打疫苗后，大家的生活也渐渐恢复正常。Food delivery. Okay. Thank you. Enjoy your meal. Have a good day. 可恨的电梯怎么突然又坏？可恶的门牌不写，手机不开。糖若洒出来，订单若少了几袋。
只好和无心说拜拜。可爱的微笑，谢谢暖入心怀。偶尔的冷眼相待，得学会释怀。变化虽无奈，永